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火箭弹头 X》高难度通关，使用的角色是塔玛。见到这个角色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就知道了，今天不是我玩的，没错，今天投稿的小伙伴是百合子。刚才这个运镜大家也看到了，百合子一贯很皮，听名字应该是个小姐姐，回头我加微信确认一下。可能一些小伙伴还记得，前一阵子百合子投稿了 NDS 平台的合金弹头7代，其实他还投稿了 PSP 平台的合金弹头 Double X， 使用的是利欧娜。但是最近我实在是太忙了呀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又要置办年货，又要打扫房间，所以百合子也不要着急，咱们两个慢慢来，稳扎稳打，循序渐进吧，属于是。这里是第一关的小 boss， 礼拜四炮塔。可能很多熟悉这款游戏的小伙伴觉得画面有一点怪，其实百合子采用的是 PS 的版本，这个版本玩起来反而不像街机那么流畅。另外感觉画面和音乐方面也有所缩水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因为按理说 PS 的机能比街机的基板要强出好多好多，所以给我的感觉是在移植的过程当中没有用心，优化做得不好。优化做得不好，我还有一个证据，大家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我已经剪掉了。游戏在切换场景或者关卡的时候，会有着非常不合理的超长时间的读盘。有多长呢？在关卡当中切换场景需要10几秒钟，切换关卡的时候长达20几秒。其实游戏关卡的信息并不大。是不是机器在摸鱼啊？很难以理解吧。前方是第一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黑铁，是一辆多功能战车。其实它是一个换皮 BOSS， 书袋里边是红色的，叫做赤铁。它替换了原本2代的第一关 BOSS， 原本的第一关 BOSS 跑到第3关当小 BOSS 去了。本作和2代的差距还是不小的，游戏内在的速度有变化，关卡的流程设置上有一些变化， BOSS 也有改动，而且多出了大量的新武器。跳弹啊，不是地弹，应该就是在本作第一次登场。所以本作可以看作是2代的加强版。2代出品于1998年，本作要晚了1年，99年。有资格推出加强版的也就是2代还有7代。我个人感觉本作的难度比2代是要高的。这2个版本相比较的话，我还是2代玩的更多一点，因为本作开始出现在街机厅的时候，我已经告别了那个环境了。2000年我就去外地读书了，接触的更多是互联网，还有模拟器。百合子的打法真的是稳扎稳打的，其实很多追求细节的游戏，我感觉女性玩家更有优势一点。
我玩游戏就不细致，感觉通关就可以了，从来也不追求什么极限、速通或者是高分。平民化的打法，像刚才这种场景的切换，就有10几秒的黑屏时间。通关一次投稿的时长50多分钟，所以我应该是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现在能够一口气看50多分钟怀旧游戏视频的不多了呀。这里百合子又皮了一下，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写，看一下狗子是怎么把考古学家变成木乃伊的。不知道一会儿百合子去不去捡神灯啊？我感觉挑战很大呀。因为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觉到 PS 版本的节奏和街机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来捡神灯了。我记得当年玩这款游戏，有的小伙伴是变成木乃伊之后再来跳，感觉跳得非常飘，也非常远。捡这些金币实在是太爽了呀！但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所以如果是我玩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捡的，还是命更加重要。这里的 BOSS 就不能够卡无敌了。这个 BOSS 正常打的话，把载具要保护好。跳了好几次没跳上去啊！这种事情我记得我玩的时候也常干。武器没有换，因为现在是喷枪，威力很高。BOSS 已经来了。BOSS 叫做埃西尼路，是一辆超弩级圆盘绝学机械。BOSS 正不断地把这个塔吃进嘴里，好像有人做过实验，往上跳多少层能够把这个 BOSS 撑死。你朝 BOSS 射一会儿，他就喷了呀。这一招看起来威力很强，载具开不了枪了，正好放出去把 BOSS 带走。百合子投稿的时候跟我说，塔玛是他的男神啊，所以他总选这个角色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英里就是我梦中情人啊。第3关要打2个 BOSS， 而且第3关和原版相比，载具也有变化。刚才这个敌兵挂的真是惨啊！本作在游戏的机制上和原版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可以变成胖子的关卡多了，在本关就能变。投稿的时候，百合子告诉我说，本关一定不要变成胖子，感觉就是厂家的陷阱。变了之后，人物移动的速度受到影响，难度变高。
玩原版的话，因为只有非常少量的地方可以变，而且喝酒的话还能变回来。这个地方我自己玩的话，习惯走上路，变成小胖子了，不过马上能解的。变回来了。这里的武器道具给的和原版也有区别。感觉拖慢的现象有所改善。其实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一期超频之后的2代，利用的是模拟器的超频功能。那样玩的话，和街机的感觉不一样，因为街机就像是有子弹时间一样，尤其同屏的敌人数量或者炮弹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，会有拖慢的现象，但超频之后就没有。打出来一个石头手雷，这也是本作新加入的一个道具。这个手雷就失去了范围的攻击特性。这架直升机太抗打了呀，不愧是高难度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跳起来几发手雷了。前方 BOSS 战，这是本关的小 BOSS 扎克西2号，2代的第一关 BOSS。这是一架垂直升降大型轰炸机，但是它投掷坦克是我想不到的呀，这个路子太野了呀，简直就是天降正义啊！高难度的 BOSS 也太肉了吧，好像40发左右的手雷扔进去了。终于是打爆了呀！好多金币，吃断档了呀，没有加成，崩得太远了。后面拿步枪的敌兵一直也没有站起来。这里用 H 弹的话反而不占优势，因为你平射的话会被挡住。一口气给了2个载具，我建议还是开飞机。这里难道想把2个载具都带过去？战车的话，把炮弹打没了也就算了。反正我是没有那个耐心啊，慢慢把2个载具都带过去。这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屏幕就往前带的过了，坦克拿不过来。双打的话，每人1台，没得说了。单打，操作量太大了呀！用坦克打飞机，利用载具的无敌时间。这个无敌时间我觉得有点过长了，导致一些有载具的 BOSS 战失去了悬念。玩家只需要反复的上下载具就可以了。
感觉敌人飞机的速度比2代要快很多呀，而且特别灵活。快成功了，终于是坦克和飞机都带过来。第3关的 BOSS 叫做巨龙乃介，是一辆广域焦土化角力战车。出现了，先用坦克打。我建议把坦克跳上去，然后放了。大家要相信官方啊！2台载具打 BOSS 绝对不是制作组的本意啊，它只是让你做出选择。这真的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呀，百合子全都要。在 BOSS 胯下做出猛烈的输出。我觉得这种子弹就没必要躲了呀 ，BOSS 明显不是对手啊。把这2个载具放出去，我感觉 BOSS 就差不多了。打爆了，2个载具都保存下来了，最后还捡了10发手雷。没有武德呀 ，BOSS 简直太憋屈了呀！他不仅开着飞机，还开着坦克；他不仅开了2个载具，还骗无敌。第4关不知道要不要养鸡。后面鸡养的多了，你当年街机基板的机能，卡的就像要死鸡一样。这里难道要养猪吗？好多猪。小吃店后面的商店里边就能爆出很多鸡。又变成小胖子了。变胖了之后，这个跳弹个头真大呀！这个尺寸不科学呀！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好人坏人了呀！敌人可没拆这么多的建筑。不仅拆建筑，还拆巴士。一会儿到前面捡到坦克，本关就稳了。这导弹发射井真的是井啊，童叟无欺啊！要找机会跳过来。一个拿盾牌的，一个拿着 RPG 的。时间到了，变回来。打得太细了呀！其实以百合子的水平来说，完全可以应对很多复杂的场面，但是你能够看到，他有意的在降低一些难度。
这小兵的手雷简直不要钱啊！前方不远就能够见到火星人了。2代的话，在最后一关才开始和他们交手，但是本作这个时间被提前了很多。这些小飞碟的耐久度不是很高，竟然怕石头啊！这么高科技的飞碟，被石头就能砸下来。上面远景的位置，如果出现敌人的飞碟了，就说明马上要进行刷新了。这地方我感觉完全可以冲得猛一点，快速的进入坦克。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，百合子是多么谨慎啊！跟踪导弹也圆了，终于有坦克了。这样的话就无敌了呀！穿甲弹打本关 BOSS 的利器，刚才好像一发穿甲弹打到地面上。本关的 BOSS 叫做大劫号，也叫大石号，是一艘水陆两用杀戮蹂躏战舰，有的小伙伴叫它陆上航母。先清小炮，弱点是一会儿它出现的主炮。这个 BOSS 的难度不是很高。这里打完，本期时间也就差不多了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感谢百合子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Mission complete.